晚上好，诸位朋友，今晚咱们不聊大唐的锦绣繁华，不聊李白的诗，不聊杨贵妃的舞，咱们要聊点脏东西，聊点这盛世华府底下爬出来的蛆虫。咱们要解剖一个人的脑子，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名气很大，但风评极差。有人说他是农民起义领袖，有人说他是杀人魔王，但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失意的小镇做题家。一个因为考编失败，一怒之下把整个国家都给砸了的反社会人格，他叫黄巢。时间大概在唐朝末年的某个秋天，地点长安城国子监门口，那地方跟现在的教育部差不多。门口挂着一张巨大的红榜，红榜底下挤满了伸长了脖子看榜的读书人，那气氛跟开讲现场一样。有人看完了，一蹦3尺高，抱着身边的人又哭又笑，那是中了近视的。有人看完了，两眼一黑，直接晕过去了，那是要复读的。就在这群人里，有一个哥们儿显得特别扎眼。他个子不高，史书上说他长得挺丑，骁勇善骑射，粗通笔墨，少有诗才。你得琢磨琢磨这几个词，这哪是形容读书人呢？这分明是形容一个会写2句歪诗的黑社会打手。他叫黄巢，他死死地盯着那张榜单，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看了不下10遍，没有，他又落榜了。这已经是第几次了，他自己都记不清了。那一刻，周围所有的声音，那些中榜者的欢呼，那些落榜者的哭泣，都像潮水一样退去了。他的耳朵里只剩下一阵嗡嗡的耳鸣，是愤怒。那种被全世界背叛的、无处发泄的滔天怒火，从他的脚底板噌的一下就窜到了天灵盖。他恨吗？他当然恨，但他恨的不是自己学问差。这哥们儿其实挺有才的，能写诗，文笔也不错，但他那点才华也就够发个朋友圈显摆一下，离治国平天下还差得远。他恨的是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在他看来，这科举考试根本就是个骗局。大唐的科举可不像咱们现在的高考只认分数，那年头流行一种东西叫行卷。啥叫行卷？说白了就是考前你得拿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去拜见那些朝廷大佬考官，你得请客吃饭，得送礼，得吹捧，得让人家觉得你这小伙子不错，会来事儿。等你把关系都打点好了再进考场，那就是走个流程。更别提那些5姓7望的世家大族了。人家那孩子一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自带编制，他们考科举那是给祖宗脸上贴金，那是锦上添花。而黄巢呢，他算老几，他家是山东曹州人，几代人都是犯私盐的，这在当年那就是黑社会，虽然有钱，但上不了台面，属于被朝廷严打的对象。他一个盐贩子的儿子跑到长安来，想跟人家官2代，富2代拼前途，他想做赵家人。结果赵家人不仅不让他进门，还嫌他身上那股子海腥味难闻，直接放狗咬他。黄巢看着那些中榜的人，一个个长得人模狗样，油头粉面，他觉得这帮孙子，论打架我一个能打他们10个，论写诗我也不比他们差。凭什么他们能穿着官袍在朝堂上指点江山，而我就得滚回山东继续干那刀口舔血的勾当？一种极度的自恋和极度的自卑在他心里头打了个死结。自恋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是这个世界配不上他；自卑是因为他骨子里知道自己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泥腿子。当这种扭曲的心理积累到极限时，就只剩下2个字了：毁灭。黄巢没有哭，他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转身挤出了人群。他没有回客栈，也没有去喝酒，他走出了长安城。就在那座宏伟的象征着大唐荣耀的城门下，在一片盛开的菊花丛旁，他停下了脚步。秋风萧瑟，那金黄色的菊花在寒风中开得正艳，带着一股孤傲的不屈的香气。黄巢看着这些花，忽然笑了。他觉得这菊花就像他自己，虽然被西风压迫，虽然被百花嘲笑，但它终究要开，而且要开得比谁都灿烂。他从怀里摸出笔墨，在一张破纸上，或者就在那城墙的砖石上写下了一首杀气腾腾的歪诗。这首诗
就是他给整个大唐朝廷下的一封恐吓信。诗名叫“不第后复菊”，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着吧，等到秋天来了，我的菊花开了，要把你们这些春天的烂花全都弄死。到时候，老子要带着千军万马杀回长安，把这座城市变成一片金黄色的海洋。那不是菊花的颜色，那是盔甲的颜色。这哪里是咏菊？这分明就是一份复仇宣言。他在告诉长安城里所有瞧不起他、羞辱过他的人：你们等着，你们不让我用笔杆子进来，那我就用刀把子进来。到时候我会把你们所有人的脑袋都摘下来，当菊花赏。写完，他把笔一扔，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那片苍茫的暮色之中。他回山东去了，他要回去继承他的家族企业范思言，他要回去积蓄力量，招兵买马，他要等待那个能让他花开的秋天。而此时的大唐已经病入膏肓，天灾人祸，藩镇割据，宦官专权。那场足以毁灭一切的安史之乱虽然过去了，但它留下的伤口正在化脓，正在腐烂，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引爆这个巨大的火药桶。黄巢就是那个提着火把满脸狞笑正从山东走来的纵火犯。笔杆子折了，黄巢骂骂咧咧地回了山东老家，重新拿起了刀把子，他要干回他的祖传手艺范思言。各位看官，您别一听范思言就觉得这是个小买卖，在唐朝，这可不是提个篮子串个门那么简单。这行当那是真正的高风险高回报的暴利产业，是当时大唐朝的黑手党。咱们得先掰扯掰扯，这范思言的到底是个什么路数？唐朝那会儿，盐是官营的，叫官盐。老百姓买盐不仅贵，还得忍受官府那帮孙子的盘剥。有需求就有市场，于是就有了私盐。私盐贩子从产盐区把盐搞出来，然后通过自己的渠道卖到全国各地。这个过程听着简单，其实步步惊心。首先你得有组织，单枪匹马你干不了这个，你得有负责生产的，有负责运输的，有负责销售的，还得有负责看场子的。黄巢家干这行好几代了，这套组织架构那是相当成熟。其次你得有武装，官府要查你，同行要黑吃黑，你没个180号提刀玩命的兄弟，那盐还没出村就被人连锅端了。所以这些私盐集团个个都是武装到牙齿的准军事组织，他们不仅有刀有枪，甚至还有自己的船队。最后你得有情报网，哪条路有官兵，哪个关口要加钱，哪个地方的盐价最高，这些信息你都得门清。这帮私盐贩子的消息灵通程度比朝廷的驿站还快。您瞧瞧，有组织，有武装，有钱，有情报网，这哪里是小商小贩？这分明就是一个高智商的犯罪集团。所以当公元875年河南那边的王献之因为活不下去，振臂一呼造反的时候，黄巢的机会来了。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拉着自家那几千个贩盐的兄弟响应了王献之。别的农民起义那都是拿着锄头木棍，被官兵一冲就散了。黄巢这支队伍不一样，他们一上来就是职业选手，他们懂怎么打仗，因为平时跟官兵火并那是家常便饭，懂怎么搞后勤，因为贩盐的渠道就是现成的粮道，更懂得怎么跑路。这就得说到黄巢最牛也最无赖的一个战术了，流寇主义。这哥们儿打仗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不像别的起义军非要占个山头，弄个根据地，图个安稳。黄巢不要根据地，整个大唐就是他的猎场。他的战术逻辑非常简单粗暴，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官军来了，要是看着是软柿子，他就冲上去一顿胖揍，抢了装备和粮草就走。要是看着是硬骨头，他掉头就跑，绝不恋战。那跑路的速度比兔子还快，它就像一群蝗虫，或者说是一股病毒。今天在山东，明天就流窜到了河南，下个月在安徽，再下个月可能就出现在了湖北。他从北打到南，最夸张的一次，他被唐朝大将曾元玉打得大败，只剩下几千残兵。
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完蛋了。结果黄巢眼皮都不眨一下，直接带着队伍一路向南狂奔，硬是跨过了长江，打进了当时大唐最富庶也最没设防的江南地区。杭州、福建，甚至一路打到了广州，那可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贸易港口之一啊！城里住着10几万来自波斯、大食的外国商人。黄巢冲进去，二话不说就是一个字：抢！抢完了，烧。据说光是在广州，他就屠杀了10几万人，这已经不是起义了，这是纯粹的破坏。他每到一处，就把当地的财富和人口席卷一空，然后留下一座废墟，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他不需要建设，他只需要毁灭，因为毁灭本身就是对当年在长安受辱的最好报复。在南方折腾了一圈，黄巢的队伍也出了问题。南方的气候湿热，北方的士兵水土不服，很多人都得了瘟疫。黄巢一合计，不行，得回北方去。于是这股巨大的破坏洪流又调转方向，开始向北回流。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长安，那个曾经让他梦碎、让他写下黄金甲的地方。一路上无数因为天灾人祸而活不下去的流民加入了他的队伍。当他再次打回中原时，他的军队已经从几万人滚雪球一样变成了60万。60万是什么概念？那不是60万张嘴，那是60万把移动的屠刀。唐朝的官军彻底被打怕了。那些地方的节度使一看黄巢来了，要么开门投降，要么弃城逃跑。公元880年冬天，黄巢率领着他那支遮天蔽日的黄金甲大军，终于兵临潼关。潼关那是长安的东大门，只要敲开这扇门，那座曾经羞辱过他的城市就将彻底暴露在他的屠刀之下。而此时的唐倨宗那个只知道打马球的马球皇帝还躲在深宫里，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不知道那个当年被他祖宗的科举制度淘汰掉的落地书生，现在已经变成了手握60万大军的复仇修罗。他回来了，他要用全城人的鲜血来洗刷自己榜上无名的耻辱长安的菊花。终于要开了，但那花瓣是刀锋做的，那花蕊是人头堆的。公元880年的冬天，潼关丢了，守关的唐将一听黄巢来了，连抵抗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直接抹油跑了。长安的东大门就这么跟纸糊的一样被捅开了。消息传到宫里，那个只会打马球的唐陀宗皇帝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他只来得及带上几个心腹太监，连玉玺都忘了拿，就从后门溜了，一路向西跑去了四川避难。皇帝都跑了，这城还守个屁。当黄巢的大军开进长安城时，他没有看到抵抗，只看到了一座空城和一群惊恐又带着点好奇的市民。他骑在一匹高大的战马上，身上穿着崭新的金黄色的袍子，虽然那衣服穿在他那粗壮的身板上有点不伦不类，像个唱戏的，但他自己感觉好极了。他回来了，他不再是那个在榜下垂头丧气的落地书生了，他是大齐的皇帝。他的士兵们在宽阔的朱雀大街上扯着嗓子，用那种带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向市民们宣传新政权的口号：皇王起兵，本为百姓，非汝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都回家待着去。皇王不是李家人，只知道收你们的税，也不爱你们那点家当。这话一出，长安城的老百姓居然真的信了。他们非但没跑，反而扶老携幼地跑出来夹道欢迎，甚至有人拿出家里的酒水递给那些看起来杀气腾腾的起义军。为啥？因为唐朝末年，老百姓被官府压榨得太苦了，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日子过得那是真没盼头。现在来了个新大哥，说要给大家减负，那当然得支持。管他姓黄还是姓李，只要能让我们吃饱饭，谁当皇帝都一样。黄巢看着这万民拥戴的场面，心里那叫一个舒坦。他那颗因为落地而扭曲的心，在这一刻似乎被抚平了。他觉得自己终于被认可了。此时此刻，黄巢是不想杀人的，他甚至有点天真。他以为自己既然坐上了龙椅，那他就是真龙天子了。
那些以前瞧不起他的高门大族、王公贵胄，现在应该会排着队来向他磕头效忠，把他当成新的主人。他下了几道命令：第一，保护豪宅对于那些没来得及跑的唐朝官员和世家大族的府邸，一律不许抢掠；第二，开科取士，他甚至还想正儿八经地搞一场科举考试，招揽天下的人才来辅佐他；第三，维持秩序，对于手下那些抢红了眼的士兵，他下令严惩。您瞧，这哪像个强盗？这分明是想当个圣君，想当个好皇帝。他渴望融入这个他曾经无比鄙夷却又无比向往的上流社会。他那颗盐贩子的心，终究还是想披上一件赵家人的华服。但是黄巢很快就发现自己想多了。龙袍可以穿在身上，但泥腿子这个烙印却深深地刻在他的骨头里。那些留在了长安的唐朝官员，要么就是跑不动的老弱病残，要么就是觉得大旗长不了，想留下来当个卧底的投机分子。黄巢派人去请他们出来当官，结果呢，大部分人都称病不出，有的干脆就在家上吊了，用死来表示，我宁死也不跟你这个卖盐的同流合污。好不容易有几个愿意出来合作的，那脸上也写满了不情不愿。咱们把镜头给到一个细节，在一次朝会上，黄巢看着底下那几个稀稀拉拉的穿着前朝官服的老头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点了一个叫张志芳的人的名字。这张之芳是唐朝的京兆尹，相当于长安市长，是个很有名望的士大夫。黄巢想拉拢他，就问他：张爱卿，你看朕这新朝如何？张之芳抬起头看了黄巢一眼，就那一眼呐，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谄媚，只有一种深深的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鄙夷。那是一种看猴穿衣服的眼神，是一种城里人看乡下穷亲戚的眼神。那眼神仿佛在说，你也配。就这一眼，把黄巢心里那根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狠狠地给挑断了。所有的自卑，所有的愤怒，所有当年在科举榜下的屈辱，在这一瞬间全部被激活了。他那颗刚刚被皇位抚平的心再次被刺得鲜血淋漓。他终于明白了，这些人根本没把他当皇帝。在这些清高的自诩为文明人的士大夫眼里，黄巢不管穿什么袍子，不管坐在什么椅子上，都还是那个来自山东曹州的满身铜臭味和海腥味的盐贩子。他想跟人家玩文明，人家却把他当野蛮人；他想融入人家的圈子，人家却嫌他脏。那好吧，既然你们不肯把我当赵家人，既然你们觉得我是个强盗，那我就干脆把强盗这个角色演到底吧。黄巢的脸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那双本来还想装出点人君样子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那种熟悉的毁灭一切的火焰。他不再下什么圣旨了，他拔出了刀。既然你们看不起我，那我就让你们害怕我；既然你们不愿意向我磕头，那我就把你们的头都砍下来。一场针对长安城所有上流社会的血腥大清洗即将开始。那个试图当圣君的黄巢死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写出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复仇修罗。自卑到了极致，就是变态的杀戮欲。当黄巢发现自己无论怎么扮演圣君都无法换来那群清高士大夫的一个正眼时，他明白了，既然做不了你们的座上宾，那就做你们的掘墓人吧。你们不是嫌我身上有盐腥味吗？那我就让长安城充满血腥味，把你们那点可笑的檀香味给盖过去。压垮黄巢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他自以为是的基本盘长安市民。黄巢进城的时候，不是喊着黄王为百姓吗？不是说不爱汝才吗？老百姓信了。可黄巢手下那60万大军是什么人？是流寇，是恶狼。他们跟着黄巢从山东打到广州，就是为了抢劫。现在进了长安这么大个金库，你让他们吃素，可能吗？起初黄巢还能管一管，后来军纪彻底败坏了，士兵们开始3、5成群的在坊间抢劫，奸淫长安市民们傻眼了，说好的救星呢，怎么比官兵还狠？于是当唐朝的官军反攻，一度打回长安城的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长安的老百姓竟然自发地组织起来，拿着菜刀、木棍，帮着官军去攻打黄巢的大齐军队。这个消息传到黄巢耳朵里时，他那张本来就不好看的脸彻底扭曲了。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双重背叛。我为了你们这帮贱民跟官府对着干，我进了城没像李家那样收你们的重税，结果你们竟然帮着我的敌人来打我。这是一种典型的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敢不领情的巨婴逻辑。他那颗极度自恋的心被彻底刺穿了。他觉得不仅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背叛了他，连这些他自以为代表的底层百姓也背叛了他。既然你们都不认我，那你们就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唐军的反攻很快失败了，黄巢的大军重新占领了长安。这一次他不再伪装了，他下了一道只有一个字的命令：洗一个冰冷、残酷却又充满了仪式感的词。但这不是无差别的屠杀，黄巢的屠刀是有目标的，他的第一刀砍向的就是那些曾经用鄙夷的眼神看过他的唐朝官员和门阀士族。这是一场精准的、带有强烈个人复仇色彩的阶级清洗。黄巢的士兵们拿着一份名单，挨家挨户地敲门。吏部尚书张大人在家吗？请开门。黄王有请。门开了，等待他们的不是请柬，而是雪亮的屠刀。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出门都要鸣锣开道的公卿大臣，此刻像猪狗一样被从温暖的被窝里拖出来。他们跪在地上磕头求饶：“黄王饶命，我愿意归顺，我愿意捐出所有家产。”黄巢看着他们，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他要的不是你们的钱，他要的是你们的命，是你们那份天生的优越感。杀血光四溅。唐朝在京的官员，无论品级高低，几乎被屠戮一尽。天阶踏进公卿谷这句诗不是文学修辞，是写实。长安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在那几天真的被公卿们的尸骨铺满了。紧接着，屠刀砍向了那些传承了数百年的门阀士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这些家族自魏晋以来就垄断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他们看不起皇族，更看不起平民。在他们眼里，黄巢这种盐贩子出身的暴发户，连跟他们提鞋都不配。现在报应来了，黄巢的军队冲进了这些雕梁画栋的豪宅，他们砸碎了精美的瓷器，撕毁了珍贵的字画，烧掉了那足以证明他们高贵血统的家谱，然后他们把这些家族的成员，无论男女老少，全部集中到一起。内裤稍微锦绣灰那些平日里穿着绫罗绸缎、吟诗作对的贵公子、俏佳人，此刻衣衫不整，瑟瑟发抖。他们或许到死都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们没错，他们唯一的错，就是太高贵了。是他们那与生俱来的刻在骨子里的优越感，刺痛了一个落地书生那颗脆弱的自尊心。黄巢在长安的这场大屠杀，在后世看来，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他用一种最野蛮、最彻底的方式，在物理上消灭了中国的门阀士族阶层。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那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虽然在唐朝被科举制取代，但门阀的势力依然盘根错节。他们就像一群看不见的吸血鬼，趴在大唐的身上，吸了将近300年的血。无数皇帝想动他们，都动不了，结果被黄巢这把不讲道理的屠刀给连根拔起了。从黄巢之后，中国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了，取而代之的是靠科举上位的士大夫阶层。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延续了近1000年的以血统论英雄的时代，就在长安城的这场大火和血泊中被强行画上了一个句号。讽刺的是，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而是一个心理扭曲的杀人如麻的私盐贩子，杀光了贵族。黄巢的怒火并没有平息，他把屠刀砍向了那些曾经背叛过他的长安市民。史书记载，
黄巢纵兵屠城，血洗长安8万多人，死于这场报复性的屠杀。曾经那个拥有100万人口、万国来朝的世界第1大都城，在黄巢的统治下，变成了一座真正的人间地狱。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不再是诗句，是长安城的每日纪实。黄巢终于用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实现了他当年的那句誓言：我花开后百花杀。他用敌人的血浇灌了他的菊花，他用一座城市的毁灭来祭奠自己那死去的科举梦。但是毁灭之后是什么？是虚无。在被赶出长安后，这只受伤的野兽彻底抛弃了人性。唐朝的官军终究还是缓过气来了。在沙陀骑兵首领李克用，也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他爹的带领下，唐军反攻，黄巢大败，被迫撤出那座已经被他啃得只剩下骨架的长安城。他一路向东流窜，这一次他不再是什么大齐皇帝了，他又变回了那个流寇头子。但是他手下那几十万大军还要吃饭，怎么办？梁中原大地已经被他自己折腾成了一片焦土，连地里的草根都被饥民啃光了，哪还有粮食给他抢？这时候，黄巢那个已经被愤怒和失败彻底烧坏了的大脑里，冒出了一个连地狱里的厉鬼都想不出来的念头：既然没粮，那吃人不就行了？公元883年，黄巢率领大军围攻河南陈州（今河南淮阳）。他之所以要打陈州，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战略价值，仅仅是因为这里的刺史赵抽不投降，还骂了他几句，就为这点事儿。黄巢决定把这座城磨平，几十万大军把小小的陈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很快，军粮吃完了，黄巢下令在陈州城外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营寨。这个营寨没有番号，只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 “AN 磨寨”。业和磨是2个加工粮食的动作，但这个营寨里加工的不是粮食，是人肉。咱们把镜头拉近，忍住胃里的翻江倒海，看一眼这地狱般的景象。营寨里架设着数百座巨大的石臼和石碾，那玩意儿比咱们现在农村里磨豆腐的石磨要大上好几倍，得用牛马甚至人力来推动。每天黄巢的掠粮队会像抓牲口一样，从陈州附近的乡县里抓来成百上千的老百姓。这些人无论男女老幼，被捆绑着押送到这个营寨，然后被活生生地扔进那些巨大的石臼里，巨大的石锤砸下，骨肉分离，或者被直接推进石碾。那巨大的石碾在牛马的拖动下，日夜不停地转动，从石碾下面流出来的不是白色的米浆，而是一种粘稠的猩红的液体。这些肉泥被拌上盐，做成肉干，当作军粮分发给士兵。史书记载，黄巢围陈州几300日，将近300天。在这300天里，这个食品加工厂日夜不停地运转日食死者数千人，每天都有几千个活生生的人在这里变成军粮。300天死了多少人？史学家保守估计至少30万。最让人感到恐惧的不是这种屠杀本身，而是屠杀背后的秩序感。这不是一场因为饥饿而失控的暴行，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流水线作业的食品加工。黄巢把吃人变成了一项高效的、可持续的后勤供应体系，这意味着此时的黄巢已经彻底超越了人的范畴，它不再有愤怒，不再有狂躁，它只是冷静地把人这个物种从它的食谱里划掉了同类的标签，写上了食材。这种冷静的视人命为数字的疯狂，比当年在长安城里因为自卑而暴怒的屠杀更可怕10000倍。那是一种彻底的人性泯灭。在他眼里，那些哭喊的百姓和被宰杀的猪羊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都是用来喂饱他那几十万大军的蛋白质。他那颗做题家的脑子在这一刻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他甚至还给这种人肉起了个名字，叫两脚羊。然而，即使是靠着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黄巢也没能攻下陈州。陈州刺史赵抽硬是带着全城军民，靠着吃城里的老鼠和死人，守了300天。
正当黄巢还在陈州城下啃着两脚羊的时候，那只让他一辈子都感到恐惧的军队来了，唐朝的援军，沙陀人李克用和他的压二军。这帮人不是来保家卫国的，他们是来抢人头的。李克用是当时最强的军阀，他手下那支全由沙陀人组成的骑兵部队，黑衣黑甲，快如闪电，猛如饿狼，他们就是黄巢的克星，黄巢的大军。在长期的围城战中早已疲惫不堪，更重要的是士兵们也怕了。他们虽然吃着人肉，但他们自己也是人。他们看着那些被推进石臼的和自己说着同样乡音的百姓，他们的心里难道没有一丝恐惧吗？他们会不会想，今天我吃他，明天仗打输了，我是不是也会被别人吃掉士气？在这种看不见的恐惧中瓦解了，大军一触即溃，黄巢手下的大将们也开始离心离德了。朱温就是后来的后梁太祖这个黄巢最信任的猛将，一看大势已去，直接带着自己的部队投降了唐朝，树倒猢狲散，溃败，一溃千里，黄巢的大齐帝国彻底崩盘了。黄巢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向他的山东老家逃窜，那场面跟他当年从广州杀回中原的气势简直是天壤之别。一听说李克用来了，黄巢那几十万吃人吃到脑满肠肥的大军瞬间就没了斗志，就像一群土狗遇到了真正的狼王。那个曾经席卷了半个中国，让大唐天子都闻风丧胆的冲天大将军，此刻又变回了那个丧家之犬。只不过这一次他连跑路的机会都没有了。李克用的骑兵在他屁股后面紧追不舍，见一个砍一个，像是在玩一场狩猎游戏。黄巢的兄弟儿子一个接一个的在逃亡路上被杀。公元884年6月，泰山狼虎谷这个地名仿佛就是为黄巢量身定做的，他像狼像虎一样活了一辈子，最后就要死在这个狼虎谷里。此时的黄巢身边只剩下不到1000人，再也不是什么冲天大将军了，他又变回了那个范思言的草寇头子。大雨倾盆，黄巢和他最后的一点亲信被困在了这个狭窄的山谷里，外面是李克用和唐军层层叠叠的包围圈。黄巢知道这次是真完了，没有路可跑了。他坐在一块湿漉漉的石头上，雨水顺着他那张丑陋的脸往下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他的身边站着他的外甥林岩。黄巢看着这个跟着自己造反了近10年的年轻人，突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了往日的狰狞，只有一种看透了一切的疲惫。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当年在长安科举榜下的愤怒，想起了在广州城的屠杀，想起了在长安皇宫里那短暂的虚幻的皇帝梦，也想起了在陈州城下那些被推进石臼里的无辜的百姓。他这一辈子杀人无数，毁城无数，他把整个大唐都拖进了地狱，到头来得到了什么？一场空。他看着林岩，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或许是他这辈子说过的唯一一句还算有点人味儿的话。关于他死亡的细节，史书上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比较符合他枭雄的身份，他对林岩说：“我输了，与其让我的脑袋被李克用那帮沙陀人拿去当尿壶，不如便宜了。你把我的头砍下来，去献给唐朝皇帝，领赏吧，好歹你还能换个富贵。”然后他闭上了眼睛，引颈就戮。另一种说法则更符合他那做题家式的扭曲的自尊心，他觉得自己的命只能由自己来结束。他拔出佩剑，那把剑曾经砍下过无数唐朝官员的头颅，也曾经沾染过长安市民的鲜血。现在他要饮自己主人的血了，他把剑横在了脖子上，对林岩说了最后一句：“带上我的头，还有我老婆孩子的头，去投降吧。”说完，手起剑落，那个搅乱了整个大唐、杀人千万，甚至改变了历史走向的魔王，就这样以一种极其狼狈的方式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林岩哭着砍下了舅舅黄巢以及黄巢家眷的头颅，用一个木匣子装着，冲出了狼虎谷。他没有去见李克用，而是直接跑到了徐州的石浦那里投降。
石普如获至宝，立刻派人把这个人头匣子快马加鞭送往了当时唐独宗避难的成都。当那个沾满泥污的木匣子被送到行宫，打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个压在大唐朝廷心头近10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唐忒宗下令将黄巢的头颅用钉子钉在木板上，挂在城头示众。那颗曾经充满了愤怒、嫉妒和毁灭欲望的头颅，就这样在成都的风雨中慢慢腐烂，最终化为尘土。黄巢死了，但大唐并没有因此得救，恰恰相反，黄巢的起义就像一场巨大的地震。虽然震源消失了，但它引发的海啸才刚刚开始。在这场长达10年的大动乱中，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被彻底摧毁了。各地手握兵权的节度使们朱温、李克，用这些人，他们打着秦王的旗号，实际上都在疯狂地抢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他们发现，原来皇帝也就是个摆设，只要手里有兵，谁都能当老大。黄巢这把火虽然灭了，但他把整个天下的潘多拉魔盒都打开了。接下来的几十年将是更加血腥、更加无序的五代十国，那是一个比黄巢时代更黑暗的丛林。黄巢用他那颗落地书生的头颅，为那个曾经辉煌无比的大唐王朝敲响了最后的丧钟。讽刺的是，那个最终取代了唐朝，建立了后梁的朱温，正是黄巢曾经最信任的部下。这或许是历史对那个躺在坟墓里的李家皇帝们开的最后一个，也是最恶毒的玩笑。黄巢死了，烂在了泰山的泥土里。成都城楼上的那颗脑袋也风干了，被当成垃圾扫掉了。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家伙，该怎么评价他？你要说他是农民起义领袖，拉倒吧，他除了破坏啥也没干。他走到哪儿抢到哪儿，杀到哪儿，甚至把人当军粮吃，这哪是解放者，这是行走的瘟疫。但你要说他就是个纯粹的杀人魔王，好像也不全对，因为这个疯子在无意之中干了一件连李世民、武则天都没干成的大事。黄巢不仅杀死了几百万人，他还杀死了一个时代。什么时代？门阀士族的时代。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那帮姓崔的、姓卢的、姓王的大氏族，就像一群寄生虫一样，趴在大汉民族的身上，吸了500多年的血。他们靠血统吃饭，垄断了官场，看不起皇上，更看不起老百姓。唐朝虽然搞了科举，想给寒门一点机会，但实际上呢，朝堂上坐着的大部分还是这帮人的子子孙孙。黄巢这种盐贩子的儿子想挤进去，门儿都没有。结果呢，黄巢急了，他拿着刀，把这帮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们儿从他们那雕梁画栋的豪宅里拖出来，像杀鸡一样给全杀了。他一把火把那些记录着高贵血统的家谱烧了个干干净净。他用一种最流氓、最不讲道理的方式，把中国社会给格式化了。从此以后，中国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袭贵族了。宋朝开始，文官政治崛起，一个放牛娃，只要你书读得好，照样能当宰相，招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这事儿是在黄巢之后才真正普遍实现的。你说这讽刺不讽刺？一个最恨读书人、被读书人鄙视的家伙，却为后世的读书人扫清了最大的障碍。它就像一颗巨大的、肮脏的陨石，以一种自杀式的方式撞向地球。虽然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但也顺便把恐龙给撞没了。那个曾经在科举榜下相思的书生，最终用一种最血腥、最极端的方式，让全天下的人都记住了他的名字。他没考上状元，但他考上了魔王。好了，各位，这碗又苦又辣的毒鸡汤，咱们就喝到这儿吧。那时的烽烟太呛人了，呛得人心里头发堵。咱们还是把窗户关上，回到这安安稳稳的当下。长安的菊花，现在估计也开了，但它只是花，安安静静地开着，再也没有了那种冲天的杀气。咱们都是普通人，没有那么大的才华，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咱们会为了月底的账单发愁，会为了孩子的成绩头疼，会因为老板的一句批评而郁闷半天。这挺好，真的。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活在一个有秩序、有规则的世界里。我们不需要为了活下去而去吃人，也不需要因为考不上编制就去毁灭世界。今夜你不必担心榜单上有没有你的名字，也不必为了怀才不遇而愤世嫉俗。做一个能吃饱穿暖的普通人，睡一个安安稳稳的好觉，比什么都强。让那些刀光剑影、血海深仇都留在故事里吧。愿你的梦里只有清风，没有黄金甲。最后留个问题给各位：如果当年的黄巢没有落榜，而是考上了那个编制，做了个小小的县令，你觉得他还会变成那个杀人魔王吗？还是说那个时代本身就注定要有人出来，用最残暴的方式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你的答案是什么？如果你也对这些历史暗面的故事上瘾，如果你也想在每个深夜跟着我一起扒开那些光鲜历史底下的蛆虫，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每天一更，讲点学校不敢教、书本不敢写的脏东西。晚安，落地的书生，晚安，听故事的你。